欢迎收听 AI 播客节目。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这个内容呢，是要聊一聊曾经有过孕期子痫的女性再次怀孕的时候应该怎么去预防子痫的发生。我们会从孕前的准备孕期的管理一直到产后的监测来给大家仔细的聊一聊怎么去为每一个阶段保驾护航。好的，那我们就开始吧。咱们第一个要说的呢是孕前的准备就是为再次妊娠筑牢安全防线。那我觉得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曾经有过子痫前期的女性在准备再次怀孕之前到底要做哪些具体的检查呢？其实是蛮细致的一个全身的检查，就首先你肯定是要监测血压，那我们一般会建议做一个24小时的动态血压，然后看看你的这个血压的昼夜的规律是不是正常的，这是很关键的。听起来要比普通的体检要复杂一些。对，没错，然后还要查肾功能，心脏的彩超，自身免疫的一些指标，凝血的功能，甲状腺的功能，甚至有时候可能要做一些基因的筛查，就是看你之前有一些比如胎盘早剥或者是胎儿生长受限这一类的特殊的病史，那可能还要做一些更有针对性的检查，就是为了帮你找出所有可能的风险。那就是说有过子痫前期的女性想要再次怀孕，在身体的调理和生活方式上面有哪些具体的建议呢？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等身体恢复好，那一般我们会建议是在最后一次子痫前期之后18个月然后同时呢，你的血压要稳定在140/90以下，至少3个月，你的肾功能和其他的一些指标都恢复正常了，才可以去考虑怀孕。听起来挺细致的。对，没错。然后体重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的 BMI 最好是能够在18.5到24之间。那如果说你是超标的，那你肯定是要先减重。对，每天的钠盐的摄入要控制在5克以下，要补充钙和维生素 D， 要吃叶酸，还要规律的运动。规律的运动就是每周至少要有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其他的就是要戒烟戒酒，作息规律，心理上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那有一些特殊的病史的女性，比如说她之前有过严重的子痫前期，或者说有一些并发症，那她在计划再次怀孕的时候还有哪些额外需要注意的事情呢？有过这种重度子痫前期，然后早发的子痫前期，或者说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的这种女性呢，她再次怀孕的风险是特别高的。对，那她可能需要专门的这种遗传咨询，那有的时候可能还要做一些胚胎植入前的遗传学筛查。那听起来好像有些情况是不太适合再次妊娠的。对，没错。比如说你有一些持续的高血压，或者说你的肾功能没有恢复好，那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就不建议你再怀孕了。那如果说你有一些慢性的疾病，像慢性高血压或者说糖尿病，那你肯定是需要多学科团队一起帮你把关，把你的这个慢性病先控制好，然后怀孕的时候一定要去有这种高危妊娠管理经验的医院，这样才能够最大程度的保证你的安全。然后咱们